男人前一秒还是个拥有8块腹肌的猛男，可当他从营养液里出来，下一秒全身的肌肉就极度萎缩，整个人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。好在男人及时拿起一颗苹果塞进嘴里，这才让他的身体细胞被激活。随着阿鲁吃的越来越多，他那干瘪的肌肉又重新满血复活。就在阿鲁大快朵颐之时，埋藏在他断臂里的重生之种竟然发芽，难以置信，普通人最快也需要2年半才能长出的断肢，阿鲁竟然仅需2秒半的时间。很快阿鲁就吃光了所有食物，可这还远远不够，没有了食物的营养，阿鲁的身体又开始萎缩。大胡子见状连忙让几人去准备食物，就这样阿鲁一直从白天吃到了黑夜，可无论怎么吃他都觉得肚子很饿，感觉吃进去的营养全都被断臂里的种子给吸收了。吃累的阿鲁刚想躺进营养液里休息一会儿，可突然意外发生了，他猛地吐出一口82年的老痰，随即全身爆发出剧烈的疼痛。见此众人一脸的震惊，大胡子却淡定地表示这是正常现象。仅仅1天时间，阿鲁的断臂就已经开始生长，剧痛不过是生长带来的副作用罢了。为了能够缓解阿鲁的痛苦，大胡子特地为他准备了能够止痛的蜂蜜，而接下来能不能挺得过去，就全凭阿鲁自己的意志力。而此时阿鲁的断臂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再生，可就在这时，大胡子突然发现蜂蜜竟然不够用了。为了拯救阿鲁，于是众人开始对草原上的止疼蜜蜂下手。此时的阿鲁已经痛得浑身颤抖，眼看就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幸好众人及时赶了回来。与此同时，小松正在厨房里尝试制作世纪浓汤，可他前后后尝试了上千次，却始终无法复刻出浓汤原本的味道。于是他跑去请教解奶婆婆，却殊不知婆婆可是花了30年的时间才制作出世纪浓汤的复刻品。小松听完瞬间崩溃了。然而解奶婆婆品尝过小松的昆汤之后，她突然眉头紧锁，没有过多的夸赞。解奶婆婆只是告诉小松，她的昆汤只差最后一点，那就是要用心去聆听食材的声音，要学会与食材们进行沟通。小松顿时受到了启发，于是便马不停蹄地赶回厨房。当小松离开后，解奶婆婆才缓缓感叹，刚刚小松3天做到的成果，当初可是花费了她整整2年半的时间，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倒在沙滩上。回到厨房后，小松按照解奶婆婆的指引，开始尝试与食材进行沟通，每一步都倾注了前所未有的专注。终于在长达2个半小时的熬制后，小松制作出了一碗晶莹透明的浓汤。她迫不及待地喝下一口，顿时一股强烈的幸福感涌上心头。可就在喜悦之余，小松忽然觉得这汤似乎少了点什么。正当她苦思最后一种食材是什么的时候，门外的小企鹅突然躁动不安。小松还以为 Q B 是饿了，于是便将世纪浓汤放在了地上。小企鹅闻到香味后，口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。然而当它的口水落入汤中的一刹那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世纪浓汤就此诞生。谁也没想到，小企鹅的口水竟然是浓汤的最后一味食材。小松拿起勺子试着尝了一口，当汤汁入口的那一刻，小松顿时露出一脸猥琐的表情。他终于成功复刻出了远古时代的世纪浓汤。而另一边，阿鲁也从昏迷中猛然苏醒，他大口喘息着低头一看，发现自己的断臂已经重新长了出来。阿鲁兴奋的差点跳起来，这下他又可以奖励自己了。随后阿鲁缓缓的起身，虽然相隔万里，但体内的美食细胞却清晰的告诉他，小松的世纪浓汤已经完成了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看完这集，个人感觉编剧脑洞开的够大的，槽点和爽点都挺明显。阿鲁从营养液出来直接瘪成皮球，靠猛吃食物回血，断臂里的种子发芽快的离谱，普通人要很久才能长出来，他眨个眼的功夫就长起来了，但代价是吃多少就要喂给胳膊多少，过程虽然痛苦，好在最后总算长出来了。而另一边，小松熬汤尝试了上千次，请教解奶婆婆，聆听食材心跳，结果折腾半天，最后一味料居然是小企鹅的口水，简直离谱到家。最后阿鲁隔空感应到汤好了，2条线马上就要汇合，虽然设定很扯，但就是让人忍不住想要看下去。这是一块和大山一样高的奶油布丁，如果在150分钟内没有将它全部吃完，那么就会输掉比赛，代价将会被人掏空脑子，彻底沦落为一具人形傀儡。不过对于阿鲁这种顶级吃货来说，这简直小菜一碟。只见他二话不说，爬上布丁山便埋头开始猛吃，一口下去100斤的布丁就瞬间下肚。阿鲁直呼过瘾，但是食用过量的布丁会令血糖急速飙升。小松担心阿鲁吃出糖尿病，贴心的为他准备了3种可以降糖的食物，同时还在布丁表面涂满了不同口味的果酱，这样既能刺激食欲，也能防止他在中途吃腻。而阿鲁也没有辜负小松的期望，仅用了短短2分半钟的时间，整座布丁山便被一扫而空。而阿鲁的肚子也鼓得像个皮球，感觉再多看一眼就会爆炸。就这样150分轻松到手。此时阿鲁小队的比分和莱布只相差30分。紧接着可可赌神附体，翻到了一张50分的热带伏特加，这是一种高达98度的烈酒，普通人只要喝上一口就敢拳打二奶脚踢6九。但莱布还是低估了阿鲁的酒量，不出2秒半的功夫，阿鲁就将一整瓶烈酒全部炫光，之后再来上一块芝士白菜解酒，简直不要太爽了。随后可可又抽到了价值70分的橡果弹，这种橡树在成熟时会像机关枪般射出含有剧毒的果子，一旦不小心被击中，那就只能坐等全村开洗了。可对于4大天王中最强的阿鲁来说，这都不算事，当场表演了一出100%空手接子弹。待烟雾散尽，所有的橡果子弹被阿鲁尽数接住，最后经过小松简单的烹饪，
饪。阿鲁一口气将它们全部吃光，至此阿鲁小队的比分来到310分，直接反超了莱布90分。可莱布却丝毫不慌，反而是盯着小松的脑袋直流口水。他很清楚，若是没有小松高超的烹饪手艺，阿鲁根本不可能吃下那么多有毒的食物。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品尝一下小松的小脑袋瓜了。接着该轮到莱布选牌，他先是抽到了价值70分的巨石鼹鼠，操起菜刀就将其大卸8块，接着丢进锅中开始红烧。2分半后，莱布擦了擦嘴，70分就这样轻松到手，来不及庆祝。接下来登场的是含有剧毒的沼泽蜥蜴，这家伙外形丑陋，而且体内含有大量的剧毒，处理稍有不慎便可能成为三嫂的盘中餐。但莱布依旧是刷2刀，随后丢进锅里开始慢熬，凭借极致的烹饪手艺，再次轻松拿下150分。而莱布的第3张牌竟然是蒜香帝王蟹，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莱布一口嗦下蟹肉，不负吹灰之力，200分就被他收入囊中。此时两队的比分已经相差330分，若再不做出调整，阿鲁小队就只能卷铺盖走人了。可可压力山大，但阿鲁却让他大胆的翻牌，无论是什么食材他都吃得下。经过一番思考过后，可可翻开了下一张牌，结果是一张价值180分的电力香蕉，可第2张牌却是一只龙虾蟹。根据比赛的规则，如果2张食材图案不一样的话，那么接下来的翻牌权将移交给对方。以可可的能力，绝对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就在众人疑惑不解时，殊不知可可早已看透了游戏的本质。这场比赛获得高分未必能赢，只有活到最后才是制胜的关键。他想利用场上剩下的有毒食物让莱布暴毙，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？作为从无败绩的赌场大佬，莱布早就猜透了可可的小心思，为此他早就在比赛前戴上了可以透视的隐形眼镜，所有纸牌的点数和食物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接着莱布开始翻牌，先是长得像大脑的巨刺海胆，接着是外皮比钢铁还坚硬的岩石土豆，最后是比电力香蕉更刺激的闪电柠檬。但莱布只是随手一捏就将柠檬吞下，分数已经飙升至930分，而阿鲁小队仍停留在310分。可这还不是最绝望的，接下来可可竟又翻出了2张不一样的牌，这下阿鲁等人彻底坐不住了。可莱布却没有丝毫手下留情，他接着又翻出了40分的蜘蛛蚁、20分的泡泡鱼以及200分的黄金基围虾。将这些食材全部吃下后，莱布的总分已经高达1190分。如此悬殊的差距，让莱布自觉已经胜券在握。而接下来就该轮到可可反击了。第1张牌他翻出了30分的龟甲蟹，阿鲁摩拳擦掌，上去就是一发17连钉拳，直接打得龟蟹想要回家找妈妈。2分半后，一盘香喷喷的蟹肉被端上了餐桌，阿鲁一扫而光，却只获得了可怜的30分。如今桌面上仅剩下10张左右的牌，想要追平比分，除非奇迹发生。可可继续翻牌，竟然是剧毒土豆，这下是彻底凉了。这种土豆的毒性甚至比河豚精还强100倍，普通人只要闻一下就会当场暴毙。可可面色沉重，为了阿鲁的小命着想，他选择了10号鬼王牌樱桃炸弹。这种樱桃别说是吃了，稍微受到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产生剧烈的爆炸，威力堪比广岛小男孩。由于可可已经连续翻错2张牌，牌权来到了莱布的手中，而这一次他竟然翻出了250分的魔鬼熊猫。但为了节省体力，莱布第2张牌翻出了蓝纹奶酪，此时牌权再次回到可可的手上，而场上所有剩余牌加起来的分数也才360分。可可已无退路，他毫不犹豫地连续翻出2张魔鬼熊猫。根据规则锁定，只要吃下1张鬼王牌，就可以换取对方手里最高分的那张牌。阿鲁究竟能否打败这只实力恐怖的怪物，让我们下集揭晓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个赌局表面上是个大胃王比赛，但实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生存博弈。核心逻辑主要分为3层，表层拼食量，连续翻2张牌配对才能得分，否则就会交换牌权；中层拼牌运，高分牌往往附带剧毒、爆炸等致命属性，吃错直接出局，分数再高也无用。所以核心不是得分，而是活到最后。底层拼信息与规则，莱布戴透视眼镜早已碾压牌运，可可则看穿鬼王牌才是终极杀器，吃掉它就能强制交换对方最高分牌，让前期积累瞬间易主，这是落后方唯一的规则及外挂。此外，小松的烹饪是阿鲁的解毒装备，莱布想先吃他脑子，等于废掉对手核心辅助，最终所有算计都要靠阿鲁的绝对实力去兑现。这既是一部美食饭，更是一场高智商生存战。这是一碰就会爆炸的硝基樱桃，若想品尝它的美味，就必须要在6度的油里进行切片。小松吓得冷汗直流，双手也开始不停地颤抖。他小心翼翼地切开外皮，丝毫不敢刺激到里面的果肉。可一想到樱桃炸弹的爆炸威力，下一刀他实在无法继续。此时时间只剩下2秒半钟，就在这最后关头，阿鲁猛地冲了进来，一把抓起樱桃整个吞下。炸弹在他的胃里发生爆炸，他口吐黑烟跪倒在地，5脏6腑都在剧烈的燃烧。见此，莱布十分得意，可下一秒阿鲁竟重新站了起来。在他看来，食物没有好坏之分，皆是大自然赐予的恩惠。因为吃下了爆炸樱桃，阿鲁小队获得了10分。按照规矩可以交换任意一种鬼王级食材，他用250分的魔鬼熊猫换来了对方200分的闪电柠檬。众人听后直接亚麻呆住了。如果莱布接受交换并打败熊猫，那阿鲁小队就可以直接卷铺盖走人了。可莱布却是一脸的阴沉，虽然他能够打败熊猫，但为了节省体力，还是选择了放弃。而阿鲁也拖着受伤的身躯，硬生生的吃下10万伏特的闪电柠檬，比分直接反超。可赌局还没有结束，这一轮莱布上来就抽到了180分的电力香蕉。
效果。虽然这是吃下一口就少活2年半的食材，但是莱布却凭借独特的烹饪手法轻松化解。在吃掉了电力香蕉后，莱布的分数再次反超130分。此时场上剩下的所有食材加一起也只有80分，就算阿鲁小队将他们全部拿下，也不可能超过莱布。莱布自以为胜券在握，所以他故意放水选错牌，把所有的食材都留给了吃货小队。可可连续选了3种低分食材，阿鲁全部吃光，但是和莱布还相差60分。此时场上还剩下最后一种食材剧毒土豆，它的毒性是断肠草的1000倍。由于莱布之前已经放弃了魔鬼熊猫，如果这次再放弃就会输掉比赛，可吃下去又会小命不保。怎么看阿鲁小队都是稳操胜券，可莱布却丝毫不慌，甚至开始哈哈大笑起来，因为在美式赌场里压根就没有他吃不下的东西。但可可却微微一笑，其实一开始他就知道莱布可以吃下所有食物，可他却开始询问莱布：“你还记得今天吃东西的顺序吗？”听此，莱布瞬间愣住了，身上的冷汗也止不住的往下流。毒土豆的毒性虽然可以通过烹饪方式去除，但此前吃下的闪电柠檬和电力香蕉反而使其隐藏的毒性增加了几10倍。只要莱布敢吃，那铁定全村吃席。可莱布不甘心就这么认输，随即他启动隐藏在大脑中的开关。虽然毒土豆的毒素无法避免，但它可以隔绝所有的疼痛，然后再在胃上覆盖一层保鲜膜，这样毒素就无法侵入体内。可就在莱布感觉自己又行了的时候，可可好心的提醒道：“别忘了你刚刚喝酒时吃下的下酒小菜。芝士白菜虽然可以解酒，但是它还有另一个作用，那就是分解胃部自身产生的保护膜。”这下莱布是真的慌了，汗水如同瀑布般从脑瓜子上冒出。他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每一步，竟然都被可可给看穿。虽然比赛已经输了，但他仍旧不死心。不会打架的厨子不是好厨子。随后他一声怒吼，叫出小弟们准备群殴，这明摆着就是玩不起，开始耍无赖。可他却忽略了一点，对面站着的可是4大天王中最强的2位。莱布猛地抱起，疯狂旋转手中的双斧。可仅是一个照面就被魔化后的可可轻松解决，这下是彻底老实了。失败后的莱布不再嚣张，他带着阿鲁等人来到大脑储藏室，这里存储着全世界50%的美食记忆，而阿鲁要找的陨石大蒜也在其中。正当阿鲁发愁这么多的脑子要找到猴年马月时，一旁的伙伴兴奋地告诉他，真正的陨石大蒜就在眼前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场美食赌场之战表面上是分数博弈，但内核是存在主义较量，其中暗含3重深意。第一层信仰之争，阿鲁视食物为自然恩赐，用身体接纳爆炸樱桃，而莱布将食材量化为分数，最终被食物相克反噬，暴露出功利背离的本质。第2层因果之恋，可可的预知非窥未来，而是编织因果链，让莱布每步皆为中毒埋下伏笔，预示人生无偶然，全是累积。第3层直面痛苦，莱布用科技屏蔽疼痛，视为自欺，阿鲁承受灼烧跪地却坦然站起，权势强大源于直面苦痛而非逃避。总结这场对决的本质，是用头脑算计败给了身体承受。作品界美食提醒我们，生命中的终极宝藏无需外求，当你停止用分数去衡量，转而用感恩和勇气去直面时，它自然就会出现在眼前。这是一条价值10个亿的河豚精，想要品尝它的极致鲜美，就必须先将其体内的毒囊完整取出。稍有差池，河豚精的毒囊就会破裂变成废品。更棘手的是，每条河豚精的毒囊位置都不一样，所以拆除毒囊的难度堪比拆定时炸弹。全世界能够成功取出毒囊的也不超过3人，并且这种鱼的胆子特别小，在捕捉时一旦不小心惊吓到它，那它的毒囊就会瞬间破裂死给你看。正因如此，河豚精才成为所有美食家梦寐以求的食材。阿鲁和可可2大天王联手，耗时2个半小时也才仅仅捕获10条，单条河豚鲸鱼的价值约1亿元。若能够完整的取出毒囊，那身价将会瞬间翻上10倍。反之，一旦取出失败，便会分文不值。可可拿起匕首，小心翼翼地划开鱼腹，不料下一秒他就损失了一个小目标。可可体力耗尽，只能让小松来试一试，毕竟小松是专业厨师。さばく順序は僕が指示するから自信持って。いいんですか？小松顿时兴奋不已，他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竟有机会解剖这种传说级食材。但可可接下来的话又让他心头一紧，河豚精在产完卵后已经游回大海，所以对他们来说现在只剩下9次机会，如果失败了，小松的下场可想而知。听此，小松不敢怠慢，他从背包里取出刀具，刀身上散发出温润的光泽，一看就是绝世宝刀。随后小松拿出一只河豚精，按照可可的指引开始下刀。因为每只鱼的毒囊位置都不一样，所以解剖的顺序也不相同。只见菜刀流畅地划过河豚精的身体，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不敢有一丝偏差。小松紧张的冷汗直冒，这操作和拆炸弹没什么区别。可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在切到鱼鳃的时候，小松一个手抖，河豚精就瞬间毒化了。不出2分半钟的功夫，小松就已经造成了8个亿的损失，眼前只剩下最后一条河豚精了。可可让他不要慌，如果这次失败了，就把他的手剁下来，为了以后还能奖励自己。小松也豁出去了，果断一刀切开了河豚精的身体，毒囊也终于显露在众人的眼前。随后小松屏气凝神，轻轻地拨开一颗颗毒线，最后一把将完整的毒囊给扯了下来。取出的瞬间，河豚精通体变成了金黄色。
色。经历了长达2个半小时的鏖战，小松终于成功了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。小松将河豚筋片成了银白的刺身，阿鲁一筷子夹起5个小目标送入口中，这味道简直堪称凤髓龙肝，宛如顶级的和牛和金枪鱼的完美交融，越嚼越香，根本停不下来。突然，阿鲁娇躯一震，下一秒他的肌肉急剧膨胀，浑身的疲惫霎时烟消云散。正当众人酒足饭饱之际，突然一个通体漆黑的鸟人从水底钻出，全身散发着死亡的气息，仅仅只是和阿鲁对视了一眼，就让2人应激进入战斗模式。可黑色鸟人只是挠了挠头，看都没看他们一眼，便拉着捕获的河豚精扬长而去。此刻阿鲁等人才意识到，这个家伙或许并非来自地球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这集看得我既过瘾又好奇，河豚精这设定太绝了，一条就价值1亿，取出毒囊身价瞬间暴涨到10亿。可毒囊位置随机，稍有不慎就报废，甚至比拆炸弹还吓人。小松接连切肺8条时，我隔着屏幕都替他捏了一把冷汗，那种在失败就剁手的压力简直令人窒息。好在最后他成功摘下毒囊，鱼身变成金黄色的那一刻，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。后面的刺身描写更是绝了，顶级和牛加金枪鱼的口感，这吃完不得上天啊！最后那个黑色鸟人突然钻出来，无视所有人拖走河豚精，瞬间压迫感拉满了，让我觉得地球美食家在他面前就像一群小孩。中医和西医到底哪个更厉害？这个老中医只是在黑杰克的身边经过，便瞬间判断出他是个经常给病人做手术的外科医生。还是不要太依赖手术跟药这些东西，那些都没什么用。老中医认为，人的身体不能随便切开又缝上，无论是野兽也好，还是飞鸟也罢，它们就算是生病了，也不会动手术，而是依靠自身的自愈能力来让自己恢复。显然，老中医的理念与黑杰克截然不同，而黑杰克也并没有追问。随后，他来到患者的家中，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原本已经病入膏肓的少年，此刻竟然奇迹般的恢复了。黑杰克满心疑惑，见状，病人的母亲告诉他，刚才家里来了个奇怪的老头，进门二话不说就直接给少年针灸。神奇的是，没过多久，病人就开始吃饭了，而且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。黑杰克听后沉默许久，看来那个奇怪的老头应该就是方才路过的老中医。没想到他虽双目失明，却能凭鼻子嗅出病人身上的气味，并且还能准确地判断出病因，对其进行治疗。治疗完后，他也不收任何费用，而是顺着气味去寻找下一位患者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所有被他扎过的病人竟然都在3、4天之内完全康复了。听完这些，黑杰克终于坐不住了，他找到老中医，并明确告知对方，无论怎么扎针治病都和自己没关系，但请他不要随便的动我的病人。听到这话的老中医微微一笑，他只知道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，至于是谁治好的他可不管那么多。难道作为神医的职责不就是救死扶伤吗？他只是跟随着鼻子的气味去寻找患者。既然黑杰克那么怕自己抢他的病人，那何不用你自己的医术抢在我的前面，把病人治好呢？黑杰克还想反驳，可转瞬间老中医就被一群病人家属团团围住，他们都是听闻其医术高超，想请他上门进行治疗的。然而老中医却没有答应，因为他又闻到了病症更加严重的患者，于是便果断地跟随气味来到那户人家。而这个小女孩自然也是黑杰克的病人，可老中医不顾劝阻，还是给女孩扎了一针。但也正是这一针出现了意外。得知此事后，黑杰克立马找到老头，他承认老中医的医术十分高超，但他却质问道，知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患者？我问你，你在这之前到底给多少个人针灸过？至少也有个2、3千人吧。只有2、3千人吗？这其中难道没有出过错吗？你说。我怎么可能会出错呢？那么我想，这次将会是你第一次的失误。下一秒，黑杰克拉着老中医来到女孩家中，而此时的女孩蜷缩在地上，浑身止不住的颤抖。直到黑杰克给她服下镇定药物后，女孩才勉强平静下来。原来女孩的病症是重度肌无力，老中医的针灸确实是扎对了穴位，但他却忽略了一点，除了肌无力，女孩还患有严重的针头恐惧症，所以黑杰克才一直没有给她打针，而是选择了喝药保守治疗。老中医的这次失误全然源于他过于自信。听完黑杰克的话，老中医默默低下了头。看来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需要对症下药。当天晚上，老中医来到黑杰克的家中，对着他的脚就来了一针。原来在第一次见面时，老中医就闻出了黑杰克的肠胃不太好，于是直接一针帮他解决了问题。见此，黑杰克也对老中医深表感谢，并承诺日后若老先生生病了，来找他手术可以免费。嘿嘿，那就谢谢你了。不过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我有毛病就会给自己扎一针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是总结解析。这部作品之所以经典，
恰恰因为它没有贬低任何一方，而是精准展现了中西医各自的天花板和边界，两者的厉害其实分处在不同维度。黑杰克的核心优势在于明确的病理诊断和危急干预，能准确识别气质病变与心理禁忌，是科学防线；而老中医的绝活在于动态的整体观和调动自愈力，平气为针，9条气血，善治功能紊乱与慢性虚损。但经验疗法亦忽视个体盲区，正如老中医误判针头恐惧症，暴露了传统医学精细分层之短板。故事结尾，两人互赠免费医疗，寓意极深，二者非对立，实为互补。急重症靠西医攻坚，康复调养靠中医固本。现实中最顶尖的医疗思维早已不是2选1，而是整合医学才是最优解。这是一枚价值1个亿的美式金币，入口香甜丝滑，好吃到让人根本停不下来。而它不仅是美式赌场里的筹码，更能在饥饿时直接作为食物补充能量。阿鲁没有丝毫迟疑，直接拿出了无限金额的美式黑卡，随手一刷就简简单单爆出了10亿金币。美食金币就像白菜一样堆得满地都是，但相比于阿鲁的阔气张扬，可可则是低调了许多。他只换了1枚金币，但这1枚的价值就高达1000万。阿鲁看的口水都要流了出来，可可却表示这枚金币不能吃，因为他要拿着这枚金币去干一件大事。很快，一行人来到百面老虎机前，顾名思义，这台机器拥有超过100种的图案，每秒钟就能够转动上千次。只有当按下后出现的图案完全一致，才能赢取赌场的终极大奖。可可淡定地坐在老虎机的面前，只见他将那枚价值1000万的金币缓缓投入。下一秒，老虎机的所有面都开始转动起来，速度快到直接让小松亚麻呆住了。普通人根本看不清上面都闪过了什么，可可却微微一笑，随后把目光精准锁定在高速旋转的机器上。原本还眼花缭乱的图案，此刻在他的眼里就如同慢动作回放一般。可可没有丝毫犹豫，当机立断地按下了按钮。1个鸡腿，2个鸡腿，3个鸡腿，随着一个个相同的鸡腿图案整齐出现在同一条直线上，围观的吃瓜群众也开始躁动起来。可越到后面，老虎机的转速也就越快。阿鲁提醒可可要谨慎，可可却面不改色，手上的速度反而变得更快了。在小松震惊的目光中，转盘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拳。可可微微皱眉，随即果断地按下按钮，依旧是鸡腿。全场瞬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，这是美式赌场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赢下终极大奖。不过可可却是对大奖不感兴趣。不出所料，他们的举动已经引起了赌场的注意。工作人员反复回放刚才的监控画面，严重怀疑可可等人出老千了，可结果却没有发现任何破绽。如果再任由他们这么玩下去，赌场马上就会破产。得知消息的赌场老板来不缓缓起身，对于4大天王中最强2位的到来，他的嘴角竟流出了一丝垂涎。由于可可等人赢得实在太多，赌场只能把奖金兑换成了顶级食材。这时工作人员恭敬地走来，邀请众人前去 VIP 包厢，因为那里才是真正的天堂。可可微微一笑，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。众人跟随着工作人员来到了一幅画前，随着对方按下隐藏的开关，一条暗门悄然出现在众人的眼前，只要通过这里就可以到达 VIP 包厢。据领头的小弟所说，在 VIP 的包厢里最小的赌注就是人命。当小哥拉开帘幕后，一个男人突然捂着嘴巴痛苦地跪倒在小松面前。小松下意识想上前搀扶，可下一秒男人的皮肤就变成了深紫色，显然是中了剧毒的反应。当他们走进大厅内部，果然和外面截然不同，有人正从满是鲨鱼的水池上方走独木桥，还有人拿着斧头大战吃人西瓜，甚至还有人被迫和3眼巨牛比奔跑速度。而这些人都是赌桌上的活筹码，他们都是因欠下巨额债务，只能通过以身入局的方式妄想一夜翻身。接着小哥将众人带到了一张赌桌前，桌子上摆放着一串剧毒蓝莓，这种蓝莓每串有10颗，但是只有1颗含有剧毒，规则和俄罗斯轮盘如出一辙。小哥笑着让可可也来试试，可可微微一笑，这种小把戏对他而言完全没有压力。身为毒属性能力者的他早就百毒不侵，可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骤然笼罩住所有人，强大的压迫感瞬间弥漫开来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赌场的终极大 buff 来补。以上便是本集的全部内容，接下来再补充一些细节。这座赌场的设定本质是一个用美式包装的资本猎场，核心逻辑分为3层。第一层是货币通缩，筹码即实物且价值悬殊，把吃和赌捆绑，让饱腹与输赢互为陷阱，模糊了生存需求与贪婪欲望。第2层是分层收割，老虎机看似公平，但 VIP 暗门后赌注却直接变成人命，鲨鱼死斗等项目暴露了赌场的真实面目，只求观赏人在绝境中的挣扎取乐。第3层是绝对掌控，老板明知可可2人是4大天王，还主动设下蓝莓赌局，证明所有赌局都是为他俩量身定做的试探。这里最小的筹码是人命，最大的筹码则是强者本身。赌场的最终目的是把强者也变成赌桌上的菜品。